2019年年末，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说是4G 时代的末期，好像也不太为过。这个2020年呢，肯定是5G 爆发元年无疑了。各大运营商呢，现在已经官方宣布了5G 正式商用，而且套餐也都有了，甚至现在看视频的很多人都已经正在使用5G 了。这个5G 也给这个有些疲惫的机圈带来了新的挑战和竞赛。从谁先首发，现在也慢慢变成了谁家的5G 最好用。Vera 5G 时代，这个是荣耀给 V 系列升级之后的全新定义。这次的荣耀 V30 系列呢，也是升级 Vera 系列之后的首款手机。不管是之前的 V10还是 V20 系列，相信大家之前我们的测评也都看过，它的表现呢一直都还算不错。这次的 V30 Pro 荣耀的首款5G 旗舰，它有多少提升，有多少变化？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各位观众体验，今天咱们来聊聊 V30 Pro。荣耀 V30 Pro 这次搭载了华为最新的麒麟990 5G 芯片，同时支持 SA 和 SA 组网，并且荣耀还表示获得了莱茵认证的首个 5G 全面验证证书。V30 普通版呢也是 5G 手机，是麒麟990配合巴冷5000实现的，和 V30 Pro 相比，在功耗上可能会稍显吃亏。这次我们的主角 V30 Pro 5G 表现如何呢？我们自然还是要体验说话。我们赶到了离我们最近有 5G 信号的湖北省博物馆的门口进行 5G 体验，但是目前我们的结果并不理想。5G 网络下，无论是速度还是品质的延迟，都和4G 没有明显的差距。我们详细咨询后得知，可能是5G 载波还没有配置完毕，可以简单点理解为这还不是一个成熟的 SA 站点，所以 5G 的核心实力并不能够充分发挥。在这里，荣耀 V30 Pro 有些施展不开拳脚啊，所以我们又赶到了联通位于武汉的科技馆音乐厅。但是经过我们咨询，武汉并没有 SA 的 5G 环境可供体验，但是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可以在科技馆里边再进行一下测试。网速决定幸福的指数，所以体验的第一步依然是 Speed Test 走起。在这里，荣耀 V30 Pro 终于可以小露身手了。在体验厅的 NSA 5G 下， V30 Pro 跑出了58兆的下载速度和12兆的上传速度，虽然已经很快了，但是它还是远低于网络部署好的 5G NSA 站点。确实，在之前的测试中，其他 5G 手机也基本都出现了上传和下载速度跑不起来的情况。看来武汉的 5G 建设还需要一段时间啊。而我们切换到 4G， 多次测试也只跑到了7兆左右的下载速度。同时，腾讯手游加速器的网速测试之中，5G 下的时延在41毫秒左右，稍优于 4G 下的48毫秒。在游戏的实测上，依然还是受制于 NSA， 我们并没有体验出明显的差距。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4G 下那把老张输了，5G 下的这把老张赢了吧。很可惜，截至我们体验结束呢，我们依然没有机会体验到荣耀 V30 Pro 的 5G 真实力。换句话说啊，这台机器已经走在了运营商的前列，未雨绸缪，在即将到来的2020 5G 爆发元年，这台机应该也算是5G 领头羊之一了吧。外观上 V30 Pro 这一次并没有传承 V20 上的微型光学纹理，取而代之的是深蓝渐变的磨砂玻璃。虽然这个并没有很强的辨识度，但是磨砂玻璃带来的质感和手感确实要高级不少。同时指纹和电源键相结合，移到了边框，让整个背部看起来更加的简洁，一体性也更强。而对于这个，在 LCD 的限制和美学的考量之中，边框指纹或许是最佳的选择了。实体指纹按键的体验自然就不用多说了，这个侧边实体指纹之前我们就说过，这是一个好用不好听的方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不管是速度还是识别率，这个边框的凹槽呢，可以很好的引导手指的位置，并不需要刻意就可以很好的适应。V30 Pro 这次取消了红外遥控和耳机孔的设计，考虑到 5G 对天线的复杂要求以及边框增加的天线断点，为了 5G 稍有取舍也并非不能接受。当然 V30 Pro 和 V20 最大的变化自然还是前摄，这次从单摄升级为了双摄设计，确实和三星 S10 Plus 的4层相似，但是不同点在于三星 S10 Plus 是主摄加上 TOF， 而 V30 Pro 确实是双摄，由主摄和超广角镜头组成，还在担心把脸拍得太大，前置超广角体验一下。其实你看这个前摄的挖孔像不像 V20 后摄的右半边？屏幕上 LCD 永不为奴啊 ！V30 Pro 作为 LCD 旗舰手机，屏幕自然也是一个亮点。首先就是细腻的观感，作
作为 6.57 寸的大屏 LCD 手机，即便是分辨率并没有到 2K， 但是细节的表现上甚至不弱于三星 Note 10 Plus。 在我们内部主观的图片测试环节，大多数人表示在显示精度上其实看不出什么太大差别。参数方面，手动最大亮度532尼特，不只是峰值亮度，虽然和 OLED 依然有所差距，但是这个表现足够在日常使用了。还有一个目前我们这一版系统并没有能够体验到的电子书模式，用手机营造电子书的感觉，有效减缓视觉疲劳。挖孔屏触控方面，滑动和点按操作呢都可以正常进行，并不会对日常使用的产生什么影响。 V20 上盲孔周围发黄的问题 V30 Pro 也有着明显的好转，当然仔细看你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啊，这个不过不影响使用，这也是 LCD 的通病吧，这并不能够完全避免。在挖孔的视觉体验方面，说没有影响咱是不可能的，双摄带来更大的黑色药丸，这个存在感自然要比 V20 上的单摄更强一些。上手之初呢，需要你适应一下，这个时候换个有趣的壁纸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性能方面，麒麟990 5G 版 UFS 3.0 以及8毫米热管加持，远超业界5毫米的水准。娱乐图跑分46万和 Mate 30 Pro 5G 表现基本一致。不过以往经验，V 系列的性能调教呢都是比较激进的。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 ，V30 Pro 表现非常出色，耗时84秒，位列小白测评数据库第2名。整个过程依然是行云流水，没有出现什么杀后台的问题。游戏表现上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的 HDR 极限画质下，平均帧率59帧，帧率曲线也是很平稳。游戏发热上呢，由于武汉降温，我们在前期的测试中呢，室内无风，稳定22摄氏度的环境下，默认极限 HDR 画质下，和平精英 V30 Pro 最高温度43.5摄氏度。就目前的发热情况表现不错。后续我们测试时间充裕了，也会按照小白测评数据库的标准环境再次进行测试。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持续查询各种详细实测数据。续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测试的系统依然还是前期的体验版，在后续升级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小白测评标准的3小时续航测试 ，V30 Pro 剩余电量76%，位列小白测评数据库第15名，与前面的差距并不是太大。而小白测评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下 ，V30 Pro 剩余36%，表现稍显不足，还有优化空间。快充上 ，V30 Pro 这一次终于传承了大哥的40瓦超级快充以及27瓦的无线快充。40瓦有线充电下，10分钟充入33%，半小时充入82%，充满耗时51分钟，这个成绩可以说非常出色了。即便前一天忘了，早上随手一充，轻度使用1天也是够了啊，应急也很方便。而27瓦无线快充下，10分钟充入22%，半小时充入59%，充满耗时74分钟，也算是比较快的了。说完性能，超级 WiFi 这次要体验一下双 WiFi 技术，支持游戏业务数据流同时在 2.4G 赫兹和5G 赫兹频段进行传输。这个对于普通用户而言，算得上是润物细无声的优化了，就是你可能感知不太到，毕竟在大多数用户的家里都只有一个 WiFi 路由器，但是 5G WiFi 很难覆盖到全家的每一个小角落。如果家里墙比较厚，游戏途中上个厕所， 5G WiFi 就有可能断连了。普通手机切换 WiFi 多少都需要时间，这个时候你正在团战，那真是。但是目前需要使用荣耀或华为的新路由器能够实现。在超级蓝牙上，这次商务微型还是挺有趣的。那简单点说呢，就是在一个账号下的蓝牙耳机可以连接多台手机，根据情况随时手动切换，无需先断连再连接，甚至还需要重新配对的麻烦。没错，最先做出来的自然还是苹果，但是安卓阵营这边目前仅此一家，好的体验肯定是趋同的，希望其他厂商也能跟进这一功能。相机方面，荣耀 V30 Pro 搭载了叫做 Matrix Camera 突破性相机矩阵。具体的你们发布会应该都看了，硬件自然是主流的主场馆3摄方案，但是这次荣耀拿来了 LYB 排列的索尼 MX600Y。硬实力方面自然就不用多说了，然后是1200万超广角电影镜头和800万的3倍长焦镜头，其中主摄和长焦均支持光源防抖。参数不重要，咱们样张走起。首先是光线良好的白天 ，V30 Pro 的白平衡和曝光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在室内拍摄时，因为光线比较复杂 ，CU Pro 的白平衡，另外三者都出现了较大的差异。V30 Pro 的表现和三星、苹果一样稳定。细节保留方面 ，V30 Pro 的表现竟然比 iPhone 11 Pro Max 和三星 Note 10 Plus 要好，画面清晰且更加纯净，暗处的噪点也更少。V30 Pro 上这颗 MX600Y 的调教提升比较明显，对比暗处阴影的地方，因为光线不足 ，Note 10 Plus 和 CU Pro 都出现了一些涂抹 ，iPhone 11 Pro Max 细节丰富，但是噪点明显。V30 Pro 的墙面细节相对
对来说表现最好。开启4000万 AI 超清模式之后 V30 Pro 的画面解析力大幅提升，画面也更加纯净，细节更加丰富。对于算法的多帧合成，基本上能够持平1亿像素的 CCU Pro， 但缺点就是需要3秒钟的时间等待拍摄。长焦表现上 V30 Pro 的等效焦距是81毫米，所以相对于另外3者的2倍长焦拍的要更远一些。放大到同样大小时 ，V30 Pro 的画面更加清晰，也更纯净。CCU Pro 的2倍长焦表现也不错，但是和之前的测试结果一样，噪点比较明显。当然 ，CCU Pro 可以切换到5倍长焦进行拍摄。荣耀 V30 Pro 这次的长焦也搭载了 OIS 的光学防抖，夜景拍摄和暗光拍摄灯光理想时就能够顺利的切换到长焦镜头，大幅提升了成片率。在广角电影镜头上也很有意思 ，V30 Pro 的广角比例是16:9，是不是很熟悉？这个比例就是目前比较主流的标准视频比例，所以拍出来的照片要比普通的4:3比例要长一些。但是广角的角度有些小，拍出来的画面没有另外3者多。其实，在广角端呢，目前分为2派吧，一个是苹果、三星的广角派，追求更广的画面，广角都达到了13、14毫米，拍摄景物时能够容纳进更多的内容，但是牺牲了一些画质。另外一个就是华为、荣耀为代表的画质派，广角镜头视野并没有那么宽，但是在保留更多画面的同时，也最多的保留了更丰富的画面细节，画质更高一些。2个方案各有优劣，厂商之间的追求差异化，对用户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啊。夜景方面 ，V30 Pro 的噪点控制和白天相同，明显要比11 Pro Max、Note 10 Plus 低很多，细节也更丰富。开启夜景模式之后，画面亮度进一步提升，招牌处的高光也得到了明显的压制。总的来说，这次 V30 Pro 的相机表现相对于前代要提升明显，在白天和夜景拍摄时，与 iPhone 11 Pro Max 和三星 Note 10相比，画面噪点要更少，细节保留更多，长焦和主摄都支持 OIS 的光学防抖，在复杂场景中提高了成片率。4000万 AI 超清模式在拍摄风景的时候也比较实用，但是缺点就是广角镜头不够宽广，拍摄大范围场景时要小一些。在看不见的细节上下功夫，确实也体现一个厂商的态度吧。这个值得点赞的呢，还有就是 HiSignal 的弱信号优化技术，确实在信号相对较弱的地方有良好的体验。这个网络智能切换，根据网络环境呢自动进行切换，这些都是无声的体验啊，甚至会让你有一种这儿的信号本来就不错的这种感觉。V 系列一直是荣耀的看家旗舰系列，这个 V30 Pro 呢这次也不例外。这个核心的配置方面呢，作为年底的旗舰，5G 方面990 5G 在现阶段确实还是无人能及的，体验出色的3摄表现，这个快充、无线、NFC， 这差不多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再者，这台机呢也没有什么花哨的外观和噱头，这个还带着一点年轻味的商务感，这个相对于去年的 V20 来说呢，颇显稳重一些。在这个价位段之中呢，我们也确实看不到 V30 Pro 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短板。这个后续软件进一步更新之后，我们会持续分享 V30 Pro 的相关体验。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大家都关注小白测评即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赶紧扫码关注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在那儿和大家聊天。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